Hello，大家好，我是催眠语。听我的故事睡不着，你来找我。今天呢，我们来讲美国前总统与外星人的一场世纪会面。在1954年的2月20日的夜晚呢，美国的总统艾森豪呢，在棕榈泉度假的时候神秘的消失了。他不在酒店的房间，也不在高尔夫球场，而特勤局呢，当时搜索了所有的地方，却找不到他的踪影。美联社甚至当时误报呢，艾森豪今晚在棕榈泉因心脏病发作而去世。一场紧急的新闻发布会即将召开，白宫就澄清呢，总统安然无恙，只是在打高尔夫球时呢，磕掉了一颗牙齿，被紧急的送往了当地的牙医诊所。那这个故事听起来足够可信，但记者们很快就开始提出疑问了。他们找不到那位牙医以及其诊所，也查不到任何的就诊记录。这一切呢，仅仅就是因为那个故事是个谎言吗？当然不是。其实艾森豪当时并不在牙医诊所，他正在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参加一场美国历史上最高机密的会面。这是一场人类与另一个文明的重大会面的故事。当时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呢，是处于全面戒备状态的，武装士兵呢巡逻在外围，他们的制服上呢没有姓名，没有名牌，没有军衔，没有任何的标志，像匿名的幽灵般守护着这场历史上最机密的会议。在一个安全的机库内呢，艾森豪与一群高级将领和顶尖的科学家正在等待。这群人呢，后来获得了一个代号，叫12人委员会。而午夜刚过呢，天空中出现了2道光芒，随着他们慢慢接近呢，清晰可见他们的形状。这不是飞机，也不是直升机，它们是圆形的，由一种像抛光银一样光滑的金属而制成。它们没有接缝，没有铆钉，没有窗户。他们静静地悬停片刻，然后悄无声息地降落在了停机坪上。紧接着呢，舱门打开白光倾泻而出。飞行器的周围呢，空气因波纹而闪耀，看起来像是热量扭曲而造成的，但实际呢，温度却急剧下降。机库里的每个人都感受到了，而一个坡道呢，就从这个飞行器中伸了出来。在场的人们呢，虽然努力地隐藏，但依然感到很紧张。他们能够听到自己急促的心跳声。光芒之中呢，就有个生物现身了。他们看起来几乎像是人类，但又不是，因为他们很高大又很瘦，皮肤苍白，留着金色的长发，穿着一个简单的一体式银色套装。而当时的军方呢，给他们取了一个名字叫北欧人。北欧人并没有开口说话，但是每个人都能听到他们的声音。它不是透过耳朵，而是透过心灵来传递的。这种心灵感应的交流呢，起初令人难以承受，人们的大脑并不习惯这种接受方式，但是花了几秒钟之后呢，人们就慢慢适应。北欧人的此行目的呢，是为了提出一个意义。他们说他们将提供人类无法想象的一种科技，比如说无限的清洁能源、疾病的终结，以及人类寿命呢将会超过300年。他们将会引导人类进入一个没有贫困、战争和苦难的黄金时代。但是作为交换呢，他们也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所有的地球上的核武器都必须被销毁。在北欧人看来呢，这只是地球变成天堂的一个小小的代价。他们说，人类就像一个玩弄上膛枪支的孩子一样，核武器呢，迟早会毁灭我们，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北欧人呢，还有另一个信息，另一个警告。他们就说呢，另外一个外星种族呢，其实已经来到地球了。这个种族呢，就像寄生虫一样，在吸食发展中的世界。而北欧人呢，就督促这个艾森豪呢，远离他们。而且他也说这另外一个外星种族呢，也将会提供科技和先进的推进系统、反重力、无限能源等等。但他们还会提供北欧人不愿意提供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武器。而这一些外星人呢，将允许美国保留其核武器库，以及所有先进技术呢，都将作为礼物会送给他们。艾森豪当时呢，并不知道这些礼物的代价呢，将比解除武装高得多。他也不知道这些礼物其实是一个陷阱。因为在2个月之后呢，一封信就浮出了水面，就证明了这一次会面并非完全的秘密。作家兼研究员杰拉尔德·怀特呢，就写下了他在爱德华兹空军基地所见到的一切。他说那里部署了极端的安全措施。当他们最终被允许进入之后呢，他所看到的是超越了你任何想象的一些东西。他说，我在2天前访问期间呢，就看到了5种独立且截然不同的飞行器。我们的空军官员呢，在以太人的协议和允许之下呢，正在研究和处理这些飞行器。而以太人呢，显然就是与美国军方合作的多个外星种族之一。但并非所有的人都乐于接受这个启示。他说，我从未见过如此多的人处于完全崩溃和混乱的状态，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的世界已经彻底的终结了。其他非地球飞行器的现实现在已经从推测的领域中被移除了，成为了每一个负责任的科学家和政治团体意识当中相当痛苦的一部分。
在怀特看来呢，关于 UFO 和外星人的猜测呢，其实已经结束了。目击者呢都被邀请上了飞船。他说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的反应，这终于发生了呀！现在它已经成为了历史。而艾森豪呢将直接通过广播呢和电视当时想要向全国人民发表讲话。他说据我所知，一项官方的声明正在准备之中，大约在当年的5月中旬即将要发布。然而这项声明呢却从未发布，公众一无所知。怀特呢并不是唯一一个平民证人，他说在代表团中还包括一些有着严谨背景的人物，比如说杜鲁门的首席经济顾问埃德温·诺斯博士，为赫斯特报业集团工作的这个富兰克林·艾伦，以及呢天主教代表团的麦金泰尔枢机主教。而且他说这些人并非是什么 UFO 的爱好者或者是阴谋论者，他们都是建制派人物，有着他们自己需要保护的名誉，所以公开真相呢会让他们失去一切。所以呢，在怀特的信件发出之后的几天之内呢，所有的平民证人都受到了西装男的拜访。那这个故事呢就被掩埋了，一些人呢也从此消失了，而那些还活着的人呢，从此再没有公开袒露过此事。之后呢，正如北欧人所预言的那样，第二个外星种族来了，他们的飞行器呢截然不同，不是光芒四射，而是灰暗色的金属，像隐形的飞机一样吸光。如果说北欧人的飞行器看起来很和平，那么这个飞行器呢则显得来势汹汹，充满力量。证人们都立刻明白，这艘飞船呢是为战争而造的，而且这个飞船呢也没有坡道伸出，也没有生物现身。但和北欧人一样呢，人们通过心灵感应都能够接收到声音，而北欧人呢，他说是温暖而迷人的。而这个飞船上呢，他说是新的声音，而且冷酷理性。他就感觉他说这不是一次拜访，而像是一场交易。而且一个声音呢就邀请艾森豪和他的团队呢登上这个飞船，将军们相互交换眼神。那个声音再次重复邀请，这次听起来就像是一道命令。当他们进入内部的时候，他们首先注意到的是令人迷失方向的寂静。他说声音呢就像是在真空里被吸收一样，还有一个脉动的嗡嗡声，你听不到，但是能够感觉到它在你的全身在回荡。而且这个飞船里面空气稀薄而寒冷，有臭氧和铜的气味，还有一股淡淡的有机物气味，更像是藻类或者是苔藓。和外部一样的，内部也是无缝的，没有螺栓铆钉，没有面板接缝，地板天花板呢全部都是由相同的灰银色的材料制成。房间光线充足，但是感觉不对劲，没有可见的灯泡或者装置，光线呢还就存在在那里。偶尔呢墙壁会像有感应一样起的那种涟漪的那种变化。他说这不像是一台机器，就感觉这个飞船呢它是活着的一个生物一样。这时候呢，一个声音就引导他们到中央的房间，他们在不舒服的寂静之中呢就在那里等待。然后突然之间呢，他们出现了，是矮小的生物，大约4英尺高，皮肤灰色，巨大的秃脑袋和巨大的黑眼睛，肢体细长，手指修长，没有可见的嘴巴，而且他们机械式的移动着，就像机器人一样。这个长相就是我们之前描述的那个小灰人的长相。而这些生物当时没有名字嘛，但是现在呢，我们称他们为灰人。灰人就说他们观察地球已经很久了，他们知道冷战，知道军备竞赛，知道人们离自我毁灭有多近，他们也知道北欧人的提议，他们在一点上与北欧人是达成共识的，也就是人类正在走向灭绝。而与北欧人一样呢，灰人也有一个提议，他说北欧人承诺呢，透过解除武装走向世界和平，结束战争、饥饿、贫困，为全人类带来巨大的飞跃。而灰人呢采取了不同的方式，他们不会拯救全人类，只会选择少数精英。灰人呢拥有能让美国领先任何国家一个世纪的技术，比如说粒子束武器、零点能源、先进的炼金术、隐形技术、反重力推进等等。而美国呢不仅会赢得冷战，还将主宰地球好几代人。那作为交换呢，他们只要求一件事情，就是通行权，允许他们在地球上秘密行动，建造隐藏的地下基地设施。他们还想要接触人类呢，进行一些生物研究，但只是一小部分人。绑架呢将是无害的，人们会在睡梦之中被带上飞船，实验是无痛的，受试者将被送回，而且他们不会有任何绑架的记忆。为了透明起见呢，美国政府将获得所有绑架者的完整名单。而所有人的目光呢，这时候都集中在了总统身上，将军、科学家、主教还有灰人们都在等待。最后呢，艾森豪必须做出选择，是走这个北欧人的和平之路，还是同意灰人的力量承诺呢？这两种外星种族都提出了他们的意义。北欧人承诺呢，通过解除武装实现和平吧；灰人则是透过技术呢承诺力量。那对于艾森豪来说呢，
选择是明确的。于是呢，他只能选择力量。因为当时冷战正在升级嘛，苏联的核弹正在瞄准着美国各种城市，而北欧人的提议听起来呢太理想化了，而且太天真了，而辉人的交易呢更实际嘛。于是呢，这个决定就在那个灰色的房间里被做了出来，没有协议，没有握手，没有文件签署，协议呢是透过心灵感应意念对意念而达成的。条款很简单，就是美国获得可以结束任何战争的先进技术武器，辉人呢将提供蓝图、材料、知识，甚至协助人类工程师但是作为回报呢，辉人可以在地球上秘密行动，他们获得了联邦土地可以建造自己基地的权利，深埋地下，不为公众所知，不为国会所知，除了那12人委员会之外呢，对所有人都是保密的。所以之后呢，工程就立刻开始了。辉人带来了巨大的隧道挖掘机，他们能够将这些坚硬的岩石呢融化成玻璃。他们在墨西哥、内华达和科罗拉多州的这个沙漠下方呢静默移动，在地表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隧道呢深入地下数千英尺一层又一层的钻入了岩石之中，每一层都有特定的用途。他们造出来这个基地就是上一层提供人类的人员使用，中层呢用于联合行动，而下层呢是限制区域，只有他们辉人才能够进入。在新墨西哥州多尔塞附近的群山之中呢，一个将成为地球上最高机密设施的项目开始施工。它是有7层深度，而每一层呢都比上一层更受限制。第7层呢是非常机密的，甚至连施工人员都不知道他们在造什么。而且辉人的绑架呢也立刻开始了，人们从荒凉的高速公路上的汽车中消失，从半夜的床上消失，失踪者名单呢开始提交给这12人委员会，但是有时候数字却对不上。报告显示呢，名单上每出现一个名字，就有另外10个人失踪。而少数记得绑架经历的人呢，所描述也并非是什么无害的实验、无痛的实验，他们描述的是令人恐惧且痛苦的一个程序。辉人说了谎嘛，但是12人委员会呢却没有办法阻止他们，除非呢他们揭露出整个计划。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另一个吹哨人，因为有些证人呢是对这个金钱权利不感兴趣的，所以他们决定说出真相。格里亚达条约就承诺了美国获得技术的优势，以及换取允许外星人对人类进行的研究。这项交易很简单嘛，有限的绑架、无害的实验完全被披露，还有一些定期报告。到了1970年代末呢，就很明显辉人并没有遵守他们的约定了。当然了，但是他们分享了确实的技术。在签订这个条约10年内呢，我们地球上的电脑从房间大小的庞然大物缩小到了桌面的机器，光纤呢突然出现，隐形飞机呢从雷达上消失，记忆材料呢也开始出现，就像罗斯威尔事件证人所描述的那样，晶体管、微晶片、反重力研究、夜视技术，所有的这些技术都以不可能的速度出现了。最令人不安的并不是我们获得了什么，而是我们失去了什么。因为当时的美国技术突飞猛进嘛，他们的公民呢却在不断的消失。一个叫菲尔施耐德的呢，他是一名地质学家和结构工程师，拥有许可安全证。他也曾为政府建造地下秘密基地，他知道尸体被埋在哪里，因为他帮助他们还埋过。在1979年呢，施耐德就在墨西哥的多尔塞呢帮助钻探地下数千英尺。他的团队知道他们正在建造一个人类与外星人的联合设施。他被告知呢，辉人是和平的一个合作伙伴，但那是一个谎言嘛。在钻探的过程中呢，他说他突然突破了一个不在蓝图上的一个东西，那是一个巨大的洞穴，里面呢居然已经有人居住了。他说那就是辉人的一个巢穴，里面有数千个正在孵化罐中的一个生物，那些罐子里都漂浮着人类的身体部位。施耐德说他看到了男人、女人、孩子，大部分呢都支离破碎。辉人并不是在研究人类，他们是在收割人类。于是当他们走进那个基地的时候呢，一场枪战就爆发了。人类的枪支对抗外星人的能量武器呢，这显然是一场不公平的战争。所以当时呢，施耐德手持手枪杀死了2名外星人，然后他被一道能量波呢击中，烧掉了他左手的手指，并在他的胸口呢撕开了一个洞。于是当时一名特种兵呢将施耐德推回了电梯井，按下了启动按钮，将他们送往了地表。就这样呢，他才活了下来。而当时呢，66名人类死亡，只有3名幸存，而施耐德就是其中之一。而威廉·库珀呢，曾经就是海军情报人员，他说他曾经看到过这些文件，他也看到了那个条约。而库珀呢就知道西格玛计划，他说那是在1953年天文学家发现有大型的天体呢从太空朝地球移动，而这些物体呢只可能是一个飞船。库珀知道那些地下基地、技术交换以及所有的掩盖，但是他还知道施耐德不知道的事情。
他说这个条约呢不仅仅是关于秘密基地设施，因为在1955年的2月呢，大约300人在霍罗曼空军基地目睹了某件事。他说当时的空军1号呢降落并滑行到了跑道的尽头，飞行员指示塔台呢关闭雷达，然后呢天空中居然出现了3个圆形的物体，一个降落在了距离总统飞机200英尺的地方，另一个呢像哨兵一样悬停在空中，第3个呢则瞬间消失不见。目击者看到了一个从空军1号走下来没有戴帽子清晰可见的人，所有人都认出他就是艾森豪。他们看着他呢与飞行器门口的生物握手，然后他进入了他们的飞机，这已经不是秘密了，是数百人亲眼目睹的。然而呢却没有人敢谈论此事。但菲尔施耐德和威廉库珀呢2个人都在公开的声明中表示他们的生命受到过威胁，他们都预测自己很快会死亡，而且呢他们2个人都说对了，因为这2个吹哨人呢真的是因为揭露了真相最后死亡了。这是上个世纪最复杂的阴谋论之一，但他们真的是真的吗？那经过宇哥的调查呢，就是艾森豪呢是于1954年的2月20日呢失踪的这个官方说法上面写的是仍然是去看牙医，白宫呢也公布了牙医的名字叫弗朗西斯·普里希尔医生，记录里显示他的确是棕榈泉的一位牙医，但这个故事是有问题的，因为艾森豪图书馆有总统健康状况的一个详细记录，每一次预约每一次手术都有记录，但是没有任何关于1954年2月牙科诊治的一个记录，一次都没有。而这个格里亚达条约呢，它的主要来源就是威廉库珀和菲尔施耐德他们2个人嘛。而库珀呢曾经是海军情报人员，有权接触这些机密文件，他做了一些大胆的公开预言。在2001年的6月28日呢，在他电台的节目中，这个库珀就说美国本土将发生一次重大的恐怖袭击，他说这是一次假旗行动，而拉登呢将被指责。他说当时很少有人听说过这个名字，而巧合的是，也就是在几周之后呢，美国就遭遇了袭击。而袭击的发生呢，库珀还在这个节目中还说，他预计自己呢在预言中这些事情之后呢将被杀害，而不是被捕。几周之后呢，他被警方击毙。警方当时呢正在执行对他的逃税缉捕令，警方声称呢我们正在执行对他的这个逃税缉捕令，而他抵抗，所以就被枪杀。而菲尔施耐德呢则是展示了照片和材料的样本，他声称呢这些都是外星的合金，这是一些外星金属，它们以鳞状8面晶体的形式存在。他说我们从这个大灰人的技术中获取了这个。他还相信自己的生命也是受到了威胁。在1995年的一次演讲中呢，他就说如果我自杀的话，那肯定不是我自愿的。几个月之后呢，菲尔施耐德呢就被发现死在了自己的公寓里面，死亡的原因呢是被手术管勒死的，官方称他是自杀。这是不是很匪夷所思呢？尽管这些事情非常古怪，但是没有任何的实验证据能够证明格里亚达条约的存在。而这个故事呢也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就在1950年代呢，全球范围内UFO 目击事件就开始激增了，许多都是由可靠的军事人员目击的。二战后呢，技术发展迅速，也许呢是过于迅速了，比如说电脑、粒子物理、无线通讯、集成电路、光纤、隐形技术、反重力研究等等，这一切都以不可能的速度加速发展。就在这个格里亚达条约会议几年之后呢，布鲁金斯学会呢就发布了布鲁金斯报告。该报告呢涵盖了与太空探索以及其对社会潜在的影响和相关的广泛主题，但其中有一小部分呢却变得臭名昭著。因为这个报告里就说，发现智慧生命可能会导致重大的社会动荡，而且这份报告并非是机密的，也没有指示 NASA 来压制这些信息。但他的确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发现外星人，则应该仔细考虑公开的影响。那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不是一直声称没有外星人吗？怎么会考虑公开的影响？最后还有艾森豪呢，在1961年对全国发表的告别演说的时候呢，他最后的警告并不是关于苏联，而是关于来自于内部的威胁。他就警告说，一个军工复合体的力量正在日益壮大，一个由非民选官员和国防承包商组成的影子政府呢，他们会滥用权力，而灾难性上升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并且会持续存在。所以说，这究竟是一位总统的临别智慧的宣言呢，还是一种忏悔，亦或是对他所做的后悔的交易发出最后绝望的警告呢？而这个故事呢，也与之前宇哥讲过的很多外星人的事件都能够契合得上，所以我个人呢是相信的。那大家觉得呢？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